正在非洲进行访问的外交部长秦刚，当地时间14号晚抵达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埃及。此前几天，秦刚先后到访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4国，并在非盟总部举行中国同非盟第8次战略对话。秦刚此行达成哪些重要成果？非洲舆论有何积极评价？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15号，外交部长秦刚对埃及展开正式访问。期间，秦刚将分别同埃及总统塞西和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秦刚此访表示高度期待。في القارة الإفريقية لأن تكون محطة هامة في هذه الزيارة له دلالة أخرى على عمق وخصوصية العلاقات المصرية الصينية. فلا شك أن الدعم الصيني للقضايا العربية ل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تعزيز السلم و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قارة الإفريقية كلها موضوعات يعني تتماهى فيها في المصالح。连日来，秦刚的访非行程也受到埃及金字塔报、七日报、今日埃及人报等主流媒体的密切关注。舆论普遍聚焦秦刚就中非关系发展提出的4点建议，认为中国外长连续33年年初首访非洲，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在双方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并将迈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埃及是秦刚非洲行的最后一站，此前他先后到访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4国，达成一系列共识。这一次秦刚外长的访问呢，我们提出了更新或者升级版的中非合作，包括这个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还有其他很多高技术领域的合作，我们都开始进行，以前是没有的。环保这方面我们原来做的也是不多的，但是现在都在推进，说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领域在扩大，合作的水平在升级。有观察指出，秦刚此次非洲行选择的5个国家各有深意。在地理位置上，5国分别位于非洲东北部、中西部、西南部以及西非和北非。从语言层面来说，阿拉伯语是埃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加蓬和贝宁则是法语国家，安哥拉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而埃塞俄比亚国内主要使用英语。这样的选择更加能够体现出中非关系发展的全面和均衡。另一个考虑的维度则是重要时间节点，例如今年是中国和安哥拉建交40周年，在秦刚抵达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展开访问的前一天，中安2国领导人曾互致贺电，为中安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与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会见时，秦刚也再次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洛伦索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建交40年来，中安始终真诚友好，携手并进，得益于2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关心和战略引领。外界注意到，在安哥拉访问期间，秦刚参观了位于卢安达的华为工业园，并与当地学生友好互动。他们多为学习电子通信专业或孔子学院的学生。秦刚说，中国始终把安哥拉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2国的友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的，我也要学习。是啊，我在说伟的。今后你们要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到哪里，都要做我们2国友好合作的桥梁。今后都到中国在中国欢迎你们。今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合作新理念提出的1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一带一路倡议更是给非洲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中国企业利用各类资金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1000座，港口近100个，输变电线路6.6万公里，通讯骨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近7亿用户终端。中非合作不仅帮助非洲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合作项目也为相关国家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非洲的投融资环境。我们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强调的是我们帮助了非洲人民，我们的企业也走出去了，非洲人民也能从中国的开放
中国的一带一路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还有一个，在政治上，我们对非洲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比方说，我们非常愿意支持非洲成为20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对非洲的支持是持续的，是坚定的，是不可动摇的，所以让非洲人民感觉到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中非合作不断走实走深，一些西方大国则试图在非洲搞所谓大国竞争。外界注意到，长期以来，非洲并非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区域。直到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借其肯尼亚血统，拉非洲国家召开首届美非峰会，但短短3年后，美国政权从民主党政府转移给了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奥巴马对非洲的承诺被特朗普抛到脑后，他不仅在任内从未正式出访非洲，还以不堪入耳的语言形容非洲国家，令美非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政府上台后，打算重拾奥巴马时期的对非政策，再次向美国全球战略版图最薄弱的非洲持续发起新的攻势。拜登在去年年底召开的第2届美非峰会上表示，美国将全力投入非洲的未来。路透社援引南非开普敦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客座教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卡洛斯·洛佩斯的话指出，美非峰会上的诸多承诺是在华盛顿预先决定的，而不是通过磋商，更像是一次地缘政治演习，一次摆拍合影。美国也看到了非洲未来的潜力，重视了非洲的经济。美国呢，还考虑到非洲是一个巨大的10多亿人口的一个大市场，所以美国也在着眼于未来20-30年。但是作为现在拜登重视非洲，我认为依然是心血来潮，还不完全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为战略重心始终在印太。第二呢是欧洲，第三是中东。美国依然没有把非洲当一回事儿，所以美非外交对于拜登来说仍有作秀之嫌。11号，秦刚在埃塞俄比亚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会见媒体，被记者问及中方对第2届美非峰会的看法时，秦刚表示，非洲是一块崛起的大陆，希望的沃野，充满生机和活力。没有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就没有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非洲需要的是团结合作，而不是阵营对抗。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迫非洲国家选边站队。非洲应该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如果有竞争，那我们就比一比，谁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谁为争取非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做出实实在在的事情。